凌晨4点，罗敬荣和妻子陈尚玲就来到作坊。做面线要靠天吃饭。每年10月之后，天气少雨干燥，是做面线的最佳时间。开工头一件事便是吸井水，按比例放进盐，用来调制面粉。要看天气了，阴天就多一点。接着，罗敬荣把小麦面粉放进搅拌机。100多斤面粉搅拌完毕，揉面、割面、抹油、搓面，面团不断地变化着。罗敬荣用多年的经验，把握着制面的节奏。蒙着眼睛也可以做了，做了30多年了。想做老板做不成吗？去做面条吗？做面条太辛苦啦。面团搓成细条后，需要醒面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。夫妻俩赶紧扒拉一点稀饭作为早餐。那个面条块啊，没办法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面条如果你不要去搞它，它就要掉下地下来，冷一下下，竹子都上不上去了。和从小跟着父母学做面线的丈夫不同，陈尚玲出嫁前从没接触过这一行。那么辛苦，谁要嫁过来？整天的做的没完没了，没时间出去玩。要做面条，连这个大门就不出的。要生活嘛，就要做一点面条啊。他最喜欢下雨天，不要赚那么多钱。人生过得快乐就好，是不是？吐槽归吐槽，活儿还是时刻惦记着的，因为面团发酵太久会变稀，就无法上面杆了。陈尚玲扎起马步，将细圆条状的面条以8字形环绕在2根面杆上。两人无需言语，合作无间，仿佛对着木桩耍功夫。面条被快速支满了杆子，把面杆挂到面柜里，再一次醒面。半小时左右，这些长长了的面条即将走出温室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要把面条拉成面线，得讲究巧劲儿。拉、甩、扯、拖、弹，将面线拉得越细越长越好，一般可以拉出大概2到3米。晾晒时要根据风、湿度和光照来控制日晒时间，这其中细微的变化完全依靠制面师傅们的多年实践经验来掌握。变白、变干、变硬，就可以收了吗？还没等夫妻俩坐稳凳子，面线已经晒干了。你走了它就干了，你不走它就不干，所以就不敢跑嘛。不及时收就会掉在地下嘛。两人赶紧小心地把面线收下来。这时的面线离完成还差2道工序。蒸熟消毒吗？为了健康吗？面线还需放入蒸笼中蒸2个小时。取出后，便要趁热打包，扎成一束束1斤重的面线。热度就是要很烫的时候才要搞，不热就被你粘上去，不好弄了。汤南手工面线这10几道制作工序，每一个步骤，做面人心里都放着一个时刻表。
那是人与面的默契度。从凌晨4点开始揉面，到当天下午4点将包装好的面线送出，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，即使夫妻2人通力合作，也只能做100多斤的面线。面线在煮食之前，必须先在热水里烫一烫，减少盐分，再过一过冷水，使面线恢复紧实。比起一般炒面猛火快炒不同，面线久炒不烂，要用慢火不停地翻炒，才能炒到干爽有筋道。做汤面则简单些，前面步骤一样，煮汤时加入自己喜欢的其他食材即可。一天里能坐下来好好吃饭的只有晚餐。夫妻俩就着赖以为生的面线，喝起小酒，如同300多年来镇上的制面人一样。如果明天是晴天，也将会是劳累但美好的一天。顺德大良旧寨村，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尽头，平时静谧得很，可一到周末却人声鼎沸。不少人特地前来，只为品尝当地著名小吃水牛乳制品。这是一种异常难忘的香滑美味。周慧珍用自家牛棚改造后建起这个店面才5年，但是牛乳这门家族手艺传到她手上已是第4代了。越做得越薄嘅話，就師傅嘅功力越高。醋一定要夠熱，同埋隻手一定要定。把加熱的牛奶與醋在小杯裡混合，拇指一拌，乳白軟滑的牛乳團就出現了。用手指碾平，壓去牛乳水分和醋，拇指再輕輕一點一揚，一片剔透的牛乳就不偏不倚地跳進了鹽水盆。短短10秒，卻蘊含了周慧珍家4代人製作牛乳的經驗。放好個心情，牛乳又做得好。如果你心浮氣躁嘅呢，佢做出嚟又霉又爛嘅啦。孩子們做的牛乳，阿珍媽媽總能細品出不同。周慧珍準備用牛乳搭配店裡最受歡迎的甜品之一翡翠涼粉。加少隻蜂蜜咧，佢好似鹹芝士咁樣，食嘅口感當好濃嘅牛乳嘅香味。這門手藝又累又苦，還賺不了什麼錢，所以年輕一代的順德人基本沒有學習傳承的動力。快少少啦，趕貨呢2日。80後的周慧珍已是牛乳製作業的新鮮血液。以前一直都係做代加工咯，幫人哋貼牌咯。到11年啦，創立自己牌子。而家我哋份額都去到70%嘅啦。做牛乳最重要是原料好。阿珍今天要到合作的養牛場看看情況。出發前還不忘給寶貝牛們帶上一些手信。父親周學成有多年養牛經驗，他傳授的神秘手信就藏在這2棵有30多年樹齡的水翁樹上。如果係生果係咪加埋啲果落一齊播好啲啊？係咯。如果水牛體內燥熱，產出的奶質量就不好。用水瓮涼茶能夠起到清熱的作用。6、7幾個月啦，大熱啊！1個多小時熬製後，涼茶準備好了。牛乳的原材料是本地水牛奶，水牛每天產奶只有20斤，是普通奶牛的1/3，但脂肪含量高，特別香濃，因此製作出的牛乳也更受歡迎。
阿珍和丈夫阿奇找到了养牛场的老前辈坤叔。叻叔，呢個俾你餵牛，係咪呢隻？一隻後起碼灌桶嘛。唔使，10噸左右就夠㗎啦。我就要一係清乳，二係開胃，三係催奶。有些秘籍只有老江湖才知道。偉叔，整緊咩喺度？你以為嚟㗎？係啊。今年79歲的卢博伟是顺德如今唯一的牛乳印工匠。每个牛乳印都需要经过7、8道繁琐的工序，全凭手工操作。靠着兴趣，伟叔坚持了将近30年。做啲嘅唔揾贊助，揾投作，做得到做啦。一線就大型嘅，你嘅大型嘅就做。上世纪80年代，阿珍的妈妈就已经找伟叔做牛乳印了。一个牛乳印，在2种工匠的交流中不断完善进化。牛乳的品质必须保持100年不变，但是用途却不能一成不变。虎哥、榮哥，哎呀，特登攞啲牛肉過嚟。虎哥和大厨张师傅是阿珍夫妻俩的好朋友，他们今天要用牛乳开发新菜式。把牛乳切碎，塞进鲮鱼丸中，春卷皮切丝，裹上鱼丸后油炸，便是牛乳金丝球。酥脆包裹着 Q 弹，最里面的牛乳融化渗透，香甜升级。顺德人发明的5米粥浸鱼滑鱼腐，牛乳为绵滑清淡的粥水增加汁香，鱼滑鱼腐更甘香甜滑。笋壳鱼是顺德人最喜欢吃的鱼之一，在当地特色油盐清蒸的基础上，牛乳铺面，既可以防止鱼皮爆裂，还可以以咸引香，鲜上加鲜。啲牛乳已經滲咗落去啲魚皮嗰度啦，食翻細個啲味啊！但係佢又有翻啲牛肉香味。阿珍希望有朝一日，牛乳会成为顺德美食的主角，永远传承下去。黄粄是平远人最喜欢的客家小吃，在当地流传了300多年。所需原材料不过几样，但转化的过程却十分复杂。10月中下旬，其中一种食材的最佳季节到了。63岁的刘新明和妻子刘凤梅一早便出门，到山上寻找一种当地俗称为吊桃子树的植物。哎，这里还有树啊！哎，刚才有2条啊。还2条啊！哎呀，好睇啊！吊桃子树学名叫油桐，是制作碱水的原料。刘新明坚持只用这种树烧碱，每年要收集几千斤。这个树是1000斤，按照这坏呢是10斤左右。好重啊！把这些树木烧成灰烬，不是光点一把火就行。这个要烧1个钟头左右，烧到没有这个柴木呢，让它燎起来发成平泡的火，不要有雾态就可以了。木头烧成炭后，还要放回屋里，让高温木炭继续充分燃烧。如此费劲，所得不过几斤灰碱。其实大多数人做黄粄已经改用食用碱，但刘新民
一直执着亲自制碱，因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。晚上，刘新明还要起夜几次，搅拌炭火，直到一夜过后，木炭燃成灰烬，才算完成。同一时间，妻子刘凤梅也在为明天做黄板而准备着。当地俗称的粿米是做黄板的必备原料。粿米长在日照短、冷水浸泡的山谷，产量极低。浸泡一夜，等待明天的蒸煮。天刚亮，刘凤梅就把浸泡好的粿米放进木甑里。粿米软硬适中，久煮不烂。它们还需要在水蒸气里焖煮1个半小时。刘凤梅紧接着把丈夫昨天烧好的植物碱放到井子架上，用开水浇透，经过纱布过滤，浅黄色的液体流出，静置沉淀，就可以作为碱水使用了。粿米和碱水都有了，只差金灿灿的色素了。把黄栀子、槐米放进烧开的碱水里，一起煮半个小时，天然的色素便出炉了。把这亮黄的碱水倒进粿米里搅拌后，抬到院子。传了几代人的石臼，要交给刘新明和他的侄子了。粿米必须趁热冲打，俩人先用直锤围着石臼同方向绕圈碾压，待到米粒搅到6、7成烂，便换上横锤，沾沾碱水，接着冲打。干这活儿得讲究默契和节奏，稍有不慎，15斤重的大锤子就可能抡到身上。石臼冲打这种古法，年轻一辈已经不会用了，好在叔侄俩还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。冲打出来的米团还热乎着，马上放到了抹了茶籽油的竹匾上搓揉，再捏成一个个8两重的条状黄板。二女儿刘玉凤在城里经营着父亲刘新明交给她的黄板小店。传统的条状黄板是当地逢年过节走亲戚必备的礼品。黄澄澄的外表像金条，寓意丰衣足食，加上健脾消食的功效，给过节的人们解解腻，既好看又好吃。刘玉凤把传统黄板改良成饺子，包上馅料，吃起来更香了。一代又一代的传承，老刘家的黄板终于也随着平远人的脚步走向4面8方。新鲜出炉的黄板，当然要一大家子尝一尝了。黄板的做法有很多：土猪肉炒黄板，荤素搭配，不油不腻，韧爽滑口。黄板饺子经过香煎，外脆里嫩，咸香适口，最受大家欢迎。劳累过后，还有什么比一家人聚餐更快乐的事呢？快拜了，祝王拜呢！
黄板在客家人的餐桌上流传了数百年，见证着客家人的勤劳与爱家。快些啊！厨师江新灿来自佛山张茶。清末明初，广州高级酒楼的大厨、点心师傅80%都是张茶人。追根溯源，背后少不了百越美食第一人姜太史、姜孔英的功劳。这位清末大儒精研饮食，家宴上每摆出一道新菜，就会被各大酒家争相效仿，推动了近代广府菜的繁荣。从厨30余年的姜新灿也受其影响，成为姜太史家宴传承人。姜太史家宴的一大特色是因地制宜，粗菜精做。姜师傅今天要邀请朋友们试菜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本地特产沙口笋。表姐，喂，唱歌。娇姐是姜师傅的老朋友，经他精心培育的沙口笋多次拿下笋王比賽的冠军。落咗只先啦。嗱，呢度有啲筍啊，嗱，呢度濕啊，開始有。即係筍尖濕嘅地方就有筍噶啦。得，交到功課。筍財一響，黃金萬兩。再整多2財嚟，我哋步步高升。3財、4財。有高人指點，姜師傅很快就挖到第一隻亮筍。掂咗。嗱，頭大尾細煙斗形，象牙色，準備去再攞第2隻。沙口笋通常长在江河冲积层，这里的泥沙混合，土质松软，营养丰富，使沙口笋具有肉甜爽脆的特点。姜师傅告别娇姐，去尋找家宴中必不可少的食材米酒。歡迎江師傅過嚟一齊睇睇我哋陳太家酒莊嘅酒窖啦！哇！一大程酒睇先，哇，好多酒喎！好菜要配好酒，石湾酒厂在佛山已经传承了190年，酒窖里常年25度恒温恒湿，酒壁上的钟乳石状微生物群，形成有利于酒液催陈和纯化的最佳环境。1895年开始，就有陳太吉酒莊酒儲藏在此。我哋家陣準備打開嘅呢缸酒啊，我入廠都有20年啦，20年前肯定喺呢度啦。呢度，哇，滴金咯喎，20年嘅酒啊！江師傅都迫不及待咁樣試一試啊！感覺咧就係一個蜜香、花香、米香。一見到好酒，姜師傅興奮不已。100斤大米只能釀出5斤頭酒，再經過整整19年的陶缸凍藏，待到酒體老熟，才能進入深處的這個酒窖，等待買主。呢個酒咧就係我嘅成品酒，同你嗰個江太史家宴就真係絕配啦！好，我1、2，點位置翻去？一切準備就緒，姜師傅在私房菜館忙活開了。筍要新鮮才好吃，首先處理它。燒筍嘅特點就係清甜爽冇渣。沙口筍魚蓉粥是本地的經典菜式。姜師傅煎魚的手法堪稱教科書。嗱，呢個叫做猛鑊陰油。咩叫猛鑊陰油？將隻鑊燒到佢熱，跟住落凍油響度算，燙鑊倒翻啲油出嚟。凍油咧就係灑啲鹽，佢就唔會黐鑊噶啦。個魚皮佢唔會爛。關鍵時間就攢滾水。咁做出嚟嘅魚
魚肉咧就會有蒜煮肉嘅。爽脆与绵滑的口感交织，鲜甜暖味。筍係屬於地上鮮，魚係屬於河鮮，係咪？兩大鮮結合，鮮甜兩個字。五寶糯米釀鯉魚是張茶節慶宴席上的傳統菜。五寶就有蓮子、綠豆、糯米、瑤柱、冬菇、腰豆。燒酒當然肯定係山地道嘅玉冰燒。呢個咧係張茶一個傳統，食糯米就唔食魚，比較補身啊，個口感非常之豐富。咁蒸嗰陣時咧就記得啦，灑少少喺個底度上，就可以蒸氣流動嘅作用，將嗰個魚汁有少少黏稠度。這條大鯉魚要隔水燉3個半小時，直到魚肉融化，鮮味完全滲入糯米中，留有淡淡的酒香。重頭戲是一道姜師傅研發了1年多的菜式，其中酒擔當了最重要的角色。選取豬前排第8條肋骨上肥瘦相間的肉，用當地的玉冰燒酒浸泡2天。浸泡過後的酒要倒掉，重新下酒去煮，能讓肉的鮮嫩度再次升級。1個半小時後，取出豬肉，改刀切件。姜師傅用西式烹飪手法，噴漿炙燒豬肉外層，讓每口肉都外酥裡嫩，帶着淡淡的酒味兒。再用青瓜墊底。陳太吉冰燒玉錦繡上桌了。太吉冰燒肉感受，今日安全感啊！多位老師光臨，唔該，下次介意嚇，祝大家掂過碌蔗啊！